出去啊！啊，那个今天这身打扮，忙着赚钱啊？怎么不合适吗？我觉得不太合适。附近有购物中心吗？哦，有，前面左转，出小区门之后啊，再左转就有一个购物中心。还是不行，还是10分钟。谢谢啊。哎，好。啥也不知道，就不能查查吗？爷爷，您坐吧。我给您泡茶。不用倒了啊。算了。我和他同居这种事情，虽然说是你们自己的事儿，可也得跟你爸爸妈妈打个招呼啊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家人到现在都不跟我们见一面，你好好想想，你父母的一种心情。爷爷，您茶都白喝了，就不能替我未来姐夫说几句啊？人家之前送你那茶壶，好几个呢吧，名师题字的。还有后来送的什么毛笔、墨，您是放进柜子就忘了谁送的啦？人家这是情比金坚，无奈家长阻挠，人家家长不懂事，您也不懂事啊。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对，还是我们圆圆说的对，在理。爷爷，您看看我姐夫，人家多可怜啊，还被你们吓得是一句话都没敢说，人家就跑了。那我们也没说什么，他就跑了呀。再说呢，那个爷爷，你过来，我刚刚看那有一个螃蟹，你猜那螃蟹它叫什么呀？叫什么呀？叫什么呀？氯化钠和谷氨酸钠。这名字，哎呀，干嘛？你说的那些东西谁送的？周生辰的弟弟啊。你跟我未来姐夫怎么回事？偷偷过来追玩？领证了啊！嘘，胆子挺大呀，偷偷就把证领了。事出有因。那你跟你妈说了吗？他刚回来，准备这2天回家说。我爸前2天给你爸打电话，劝你们分手呢，说我姐夫他们家没有接受你这个女朋友，到时候过去肯定不好受。你爸妈还跟我爸说，还是介意上次没有见面的事情。你现在这证都领了，他妈妈还是不肯见你，你爸妈不得气死啊？就是因为这个，没想好怎么开口。那姐夫怎么说？没具体聊过。先不说这个了，给你们做饭。老师，早。老师早。早。周深教授，所长。我来介绍一下，他呢，我们重点实验室的负责人周生辰教授，这位政华大学化学系张教授。啊，张教授好。这位金教授。金教授。你好。对了，你们学校之前请过他吧？对啊，我记得，客座教授，周生老师年轻有为啊，这有25、6。28岁了。哦。你还别说，这次回来变样了，越来越年轻了。这是我太太喜欢的风格。好啊，重视家人的男人啊，责任心必定重。方便带我们看一下你的实验室吗？请进。好。有没有兴趣和我们学校合作一个实验室啊？我已经没有这个精力了。其实这边这个实验室一直都是他们2个人在负责，
我已经在筹建一个新的实验室了。哦，老李啊，看来你是留不住人才啊。金教授，再怎么说，我也说服他在这里挂牌了一个实验室。您呢，连说服他的机会可都没有啊。嗨，哎呀，抢人才，我是比不过你啊。新的实验室放在哪里啊？啊，在西安。哎，我怎么留都留不住，非得去西安。为什么？你父母在哪里啊？那边的项目是我的方向，而且我太太喜欢那边。来，好。怎么这么早就过来接我啊？你走了，我才发现你穿的拖鞋。什么时候换的？实验室换的？临时买的。啊，我爸妈喊我们回家吃晚饭。吃晚饭啊？爷爷奶奶还在家吗？在，圆圆非要吃我做的晚饭，我爸妈要叫我过去，没办法，我只能先做好，让他们晚上热一下。吃晚饭之前先陪我去一个地方吧。好。那你在书房等我一下。嗯。可以走了。外婆剪的，我贴一下试试。哦。别看了，要迟到了，走吧。我们要不要提前想想该怎么说啊？别出错了。其实我也没有想好该怎么样。我刚才想着一鼓作气说完，拉着你就跑，免得你被我爸妈打。这个，我有一个想法，这2天怕你介意，一直没有和你聊。你的想法我不介意。我还没说呢，你就不介意了？没原则。我是想着在2家正式见面之前，先不要说领证的事儿，就先委屈你一下，以男朋友的身份面对我家人。等你和家里的关系缓和了，定下了结婚的日子，再告诉我爸妈。这样循序渐进，我爸妈可能会好接受一点。就是对你不公平，好像我不愿意承认和你的合法关系。唉，幸好啊，幸好我还有法律的保护。放心吧，我车有你一半，房子也有你一半，我不会耍赖的。最好是。哦，对。小心露出马脚。走吧。师弟。
表态了，不管家人什么态度，他都要和我在一起。我同意了。他表态是没有用的，毕竟他的家里人都是他的亲人，肯定是要面对的，躲不掉的。他会解决的。哎呀，真是女大不中留啊！我要是不看着小陈那个老实可靠，我早就……他是老实可靠。我跟你说，光靠两个人的两情相悦是不够的，还得有合法的保障啊。我跟你说，你们俩别给我破导同居啊！好了，就当我没说过吧。啊，反正你们现在年轻人的想法跟我们那一代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放心吧，妈，我这辈子只会和他在一起，不会变的。一辈子很长的。他对你好吗？挺好的。你就说具体一点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妈我可是过来人，看一个男人对你上不上心，主要是要看细节的。具体的，他以前不喜欢打电话，认识我了以后，每天电话都会严格按照我的要求，聊今天干了什么事儿，见了什么人。他对我的事都足够有耐心，只要是我提出来的要求，他从来不反驳，全尽量去学。还有，认识到现在，他从来没有和我红过脸，连板着脸的时候都没有。不高兴的时候，他就会自己躲起来，怕影响我的心情。我们这个房子啊，隔音不好，他们娘俩不知道，每次回来都在那儿说悄悄话。还有，我能感觉出来他没有交过女朋友，我们俩发展到现在，基本上都是我在主动，他从来都是规规矩矩的。输了吧？下的不错，我们该做饭了。叔叔，我帮你吧。啊，好。那个，把菜洗一下，那边洗一下啊。你出去吧，我来帮忙就好。没关系，我来吧。那你要好好表现哦。周生辰，你晚上不是还有工作吗？我们先走吧。我还有工作呢，那快点回去吧。那我们先走了吧。走了，叔叔。小心点啊。妈，我们先回去了啊，他还有工作。路上开车慢点啊。走了，阿姨。你看见没有？你女儿从小就一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样子，现在倒好，对这小子认真了。你看出来了？我看出来了，她是我女儿，我不了解啊。你看见没有？刚才走的时候拉着她的手，她这是就告诉我们，她是她选的，她非常喜欢，让我们以后啊别欺负她。
那不是随你吗？老欺负我。我什么时候欺负过你了啊？你说你哥什么时候欺负过你了？赶紧拖地去。啊，好，拖地。怎么了？很难得看你在父母的面前这么主动。在我家，我当然要护着你了。刚才听你叫我妈阿姨，我就脑补了一下，以后你直接叫妈的样子。然后就想到要去你家，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妈。你说我应该叫她什么呀？阿姨还是妈？你平时在家都叫什么？我跟她见面的次数比较少，因为不是亲生的。我和小人都叫她母亲，文川和文信叫妈妈的时候比较多。我感觉你和文川关系好远的样子。的确不太熟。其实小的时候，我们兄妹几个都是分开住的。我在外婆家，文川和小人是被乳母带大的。也就从今年开始吧，从今年开始，我才和文川的关系稍微好了一点。那文信呢？文信小的时候功课不是特别好，所以他经常会去外婆家找我补课。不过这都是借口，他可能从小在院子里憋坏了，一直想找一个理由出门，所以找我补课就是一个很好的借口。龙木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我不怕狗。我怕它咬你了。从小猫狗见我都情绪不定，我早习惯了。为什么？有个算命的和我妈说，恐怕我不应该出生才会这样。啊？吓唬你的，走吧。未来几个月，我可能要两地跑了。我最近工作排得满，只有周末能陪你回去。你不用陪我回去，我自己回去就可以。2个地方来回跑，特别耗精力。我们只要逢年过节回一次镇江就行。剩下的时间，我就2个地方来回住。总觉得我们像在私奔。我把你拐到上海来结婚了。准备什么时候回去啊？明天凌晨吧，林叔来接我。林叔年纪大了，开夜路危险吧？要不以后换成林飞，或者换别的司机？他不肯。好吧，那早点睡。晚安。晚安。
在忙什么啊？你们连夜开车回去几个小时，空着肚子难受。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些热乎的东西吃。哎，辛苦你了，我和林叔会好好吃的，你快休息吧。注意安全。晚安。来，林叔，11做的。哎呀，跟着你来回两地跑，这头一回路上有东西吃。赶快吃吧，吃完了我们出发。好，那我先吃点。